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佛历8月下初4，万象晴，26到34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3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1基普，跌幅 0.14%。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4.1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42基普，涨幅 0.0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9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5基普，涨幅 0.15%。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大盘呈震荡下行态势，综合指数早盘以 1305.36 点高开，随后震荡回落，盘中最高触及 1306.56 点，最低下探至 1290.68 点，最终收于 1298.75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4.32 点，跌幅为 0.33%。全天市场总成交量为128万股，总成交额约为 23.82 亿基普。从个股表现来看，市场涨跌互现。在上涨板块中，老挝农业表现最好，每股上涨30基普，收于1330基普。老挝电力每股上涨20基普，收于2400基普。外贸银行和万象中心则均录得10基普的涨幅。在下跌板块中，联合发展银行领跌，每股下跌100基普，收于8400基普。浦西开发和萨万尼分别下跌20基普和10基普。此外，中老证券、马哈腾和老挝石油3只股票昨日虽有交易，但股价均与前一日持平。中老证券昨日表现最为活跃，成交量达到 52.45 万股，居全场之首。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株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781万4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95万1000基普，涨幅 2.0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7月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8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0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政府与国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7月2日上午，老挝政府与国会常务委员会在总理府举行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总理宋塞西潘敦和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塞颂彭丰威汉共同主持。这是第10届政府与第10届国会常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旨在为即将召开的第10届国会第一次非常会议做准备。会议重点评估了2026年上半年经济、预算和货币计划执行情况，部署了下半年工作，并讨论了农村发展与扶贫国家议程草案，推广电动汽车与可再生能源、新形势下矿产开发方向等重要议题，以确保国家稳定、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2. 风沙里省启动第5届波萨福田沙弥集体剃度项目。7月1日下午，风沙里省本鲁县本富昂寺举行第5届波萨福田僧伽集体剃度与沙弥培训项目启动仪式。风沙里省建国镇县主席洪彭宗维山及多位高僧、省县领导和信众出席。该项目由佛联风沙里省代表队塔维昆塞等人推进，旨在利用假期鼓励青少年剃度修行，以报答父母，从小培养道德品行，缓解社会消极问题。同时，这也能为即将开学的风沙里省初中僧伽学校储备和输送僧才。本届共有30名青少年集体剃度，成为沙弥。3. 沙拉湾县农业与环境局新办公楼交付使用。6月30日，沙拉湾省沙拉湾县举行农业与环境局新办公楼项目交接仪式。沙拉湾省农业与环境厅副厅长苏帕塞布永、土地管理与发展司副司长伊提彭占塔马林及各级代表出席。该项目于2025年6月开工，现已全部完工。新办公楼为单层建筑，内设局长室、会议室、地级档案室和办事窗口等9个房间。项目总斥资超 9.49 万美元。资金来自世界银行贷款的土地登记能力强化项目，由土地管理与发展司主管阿努萨公司承建。新楼的投入使用将极大便利当地群众办理土地证相关业务。4. 塞苏里翁夫妇携家人向占巴塞省医院捐赠 4.5 亿吉普医疗设备。
7月2日，西塔塞苏里翁与温吉塞苏里翁夫妇携子孙向占巴塞省医院捐赠价值 4.5 亿基普的医疗设备。坎通塞查纳和吉沙达作为家族代表出席，省医院院长坎辛角通古代表医院接收。据家族代表吉沙达介绍，适逢母亲温吉塞苏里翁76岁寿辰，针对医院患者增加、设备不足的现状，家族特捐赠多参数监护仪10套，无创呼吸机2套，有创呼吸机5套及喉镜2套。院长坎辛角通古对塞苏里翁家族的善举表示高度赞赏与感谢，称此举将极大提升医院，特别是儿科的救治能力，缓解诊疗压力。医院将确保设备发挥最大效益。5. 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视察万象塔纳棱路港与物流园。7月1日，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列莱西维莱视察万象塔纳棱路港国际货运检查站及物流园，旨在推动其成为区域物流中心。塔纳棱路港董事长占通西提塞和总经理萨空皮拉南接待并做工作汇报。部长实地查看了老泰友谊大桥连接点、换装厂及数据中心等。占通西提塞表示，该路港是老挝物流链战略项目，成功连接了老中铁路与东盟运输网。部长对路港5年来的成就表示赞赏，并指示公司与政府加强协作，利用数字化和自动化系统提升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将其打造成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现代物流枢纽，助力国家经济增长。6. 万象市湄公河护堤岸2期开发项目交付。7月1日，万象市湄公河防坍塌与沿岸开发2期项目举行交接仪式。万象市市长希利拉通新通鹏、韩国驻老大使郑荣秀、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副部长昂巴颂蒙马尼等出席。万象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厅厅长布雅瓦尼拉塞报告称，项目由韩国低息贷款 5760.5 万美元及老挝配套 995.7 万美元建设，由韩国东部建设等公司承建。项目横跨西沙达纳和哈塞峰2县共19个村，全长 9.3 公里。工程采用100年一遇防洪标准，完成了混凝土路、人行道、照明、码头及13处公园的建设。交付后将有效防止岸线侵蚀，成为集防洪、旅游、休闲、健身于一体的万象新地标。7. 纳泡国际口岸销毁3258箱走私啤酒。7月1日，纳泡国际海关口岸在纳岸中转仓库依法销毁了3258箱非法进口的啤酒，这批啤酒包括撒丁牌3158箱和贝贝科牌100箱。此前，老挝财政部已发布决定，对该批物资依法没收并收归国有。此后，纳泡口岸曾先后3次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拍卖招标公告，但均无任何个人或企业提交标书。鉴于目前该批啤酒已过期，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口岸决定通过直接销毁的方式对这批库存积压啤酒进行清理。8. 泰国11岁儿童偷开汽车撞苦行僧队伍。7月2日上午11时许，泰国穆达汉府发生一起惨剧，一名11岁儿童偷开父母的皮卡车上路，不慎撞上了一支前往穆达汉市区的苦行僧队伍。事故导致现场惨重，目前已确认有12名僧侣不幸身亡，7名僧侣受重伤已被紧急送医，另有20名僧侣受轻伤。目前，当地警方已将该涉事儿童带回穆达汉县警察局，案件的具体原因及家属责任正在进一步调查与审理中。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